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期的直播。今天呢是周三啊，这个老范读评的时间。每周三呢都是老范读评。那个，让我去发个通知，告诉大家开始了。啊，看看在说什么啊？事业单位人员可以 YouTube 直播不？这个事情看你自己单位怎么说啊？这个我没法告诉你行还是不行。套牢，哎，这个其实华为你不能这么讲它啊。这个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公司，但是呢，华为在国内的技术圈里头其实还算是有点料的，要比其他的很多公司还要强那么一点。而且呢，华为不上市，对吧？所有告诉你说涛定律里头跟哪个公司有关的呢？这个通常不是华为干的，是一些想割韭菜的人干的。华为自己不是上市公司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读评。首先，理想的2小时访谈啊，有人说了，说我看了老范的节目更新，忍着没看，先把2小时的访谈节目看了，很有趣，再看老范的解读和视角，就更完整了啊。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会给大家念这样的一条评论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做知识分享，或者在这做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或者是讲故事的时候呢，原来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一方面。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有自己的认知啊，有自己的想法，会加到原来的故事里边去啊，这个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对吧？所以呢，这位朋友先看了2个小时的访谈，再来看老范的解读和视角。那么老范的解读跟视角肯定是在，我看完2个小时以后呢，再加上去的啊。所以这块呢是会有一些差异的。然后华为鸿蒙白嫖开源这条说，哎，看着这些评论有意思啊，不知道当年他们看到谷歌偷资料的一些信息是咋说的啊？也不知道他们看到后来安卓里代码贡献率最大的是华为啊，他们这些人是咋想的？那么这儿呢，首先要跟大家讲啊，中国呢有的些人啊，就是他的逻辑很混乱。一说，哎，你们怎么这样啊？这个美国人当年还屠杀印第安人呢，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可以成为一个借口吗？只要美国人屠杀过印第安人，我们就可以屠杀任何人，对吧？你反正你也干过啊，你没有权利说我。这个是一个很奇葩的这种叫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葩的一种逻辑吧？啊，他们如果用这样的逻辑就可以自洽呢，这个我觉得当韭菜挺合适的啊。至于说后来安卓代码里贡献最大的是华为，这是扯淡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谷歌的项目啊，谷歌是有权利来决定谁的代码可以进入，谁的代码不可以进入的，对吧？那么整个底层一定是谷歌最大的啊。那么你说，哎，第三方贡献者里头，华为有可能会排的比较靠前，但是呢，他在这儿讲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安卓底层代码这个 owner 啊，把这个谷歌给忘了。啊，这种人的逻辑实在是太容易自洽了啊，比较丢人。上期读评啊，有人说了，谷歌跟苹果目前的状态就是例行公事，不需要进步，他们轻易倒不了，也不会被挑战，市场很稳啊。这个里头是这样啊，苹果确实是按这条路上走的，
因为呢，你再怎么着，你该用 iPhone，你还是得用 iPhone。你像我现在还在用 MacBook，还在用 iPhone，还在用 iPad，对吧？这个事儿，确实没人跟他竞争，对吧？或者别人啊想竞争，也距离他非常非常遥远，打不过啊。那苹果你可以接着往前走，但是谷歌不是这样的，谷歌还是要很耐心的去跟这些 OpenAI 呀、Anthropic 呀，要跟这些人去竞争的。它是个广告公司，对吧？如果把广告流量被人劫走了，或者是说你的广告价值急剧下降了，那它这个就会有问题。所以谷歌呢不能搞这个例行公事啊，这个还是要有区分的啊。这不是这个女大的男朋友来了吗？欢迎啊！离职了谷歌，谷歌股票大涨，入职微软，股票狂跌。哎呀，你说说你这个，等你什么时候离职微软的时候，告诉我们啊，我们去买股票去。上来点赞，欢迎大家都点赞了没有啊？比烂，这个，哎，反正这个一说谷歌原来也偷过呀，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可笑啊。赶上了啊，欢迎欢迎踏入，有机会讲讲各种国内的 token 计算方法嘛？太有意思了！今天小米的 token plan 的算法更有意思，积分对比 token 几百比1啊，这个我没有自己去研究小米最新的这个 token 计算方法，但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啊，就是谁的 token 在降价，说明没人用啊。现在 DeepSeek token 在不停的降价啊，那么 DeepSeek 就没人用，或者用的人不够多。小米的 token 在降价，说明小米 token 用的人也不多。对吧？这个事情完全靠降价来搞胜利的话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我们去选择大模型的时候，不是按便宜选的，对吧？你是把自己的工时什么都算进去。如果这个大模型靠谱，哪怕贵一些，哎，你这个稍微干这个同两件，它就出结果了，结果也这个可用的话，那你宁可会多花点钱，对吧？你不能说哎这个。便宜啊，但是我捅来捅去，不停的返工，你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里头了。所以大模型现在已经离开打价格战的时候了。陶定律就很像中国啊，喜欢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这个呢，我倒也不觉得喜欢虚头巴脑，就是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绑架别人，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啊，不能瞎想。DeepSeek V4 Pro 还不是挺能打吗？这个其实我也没怎么用这个东西啊，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咱们继续，长鑫存储上市啊，长鑫存储今天过会了，应该很快就可以在股市上进行交易了啊，就是5月27号过的会。有人说啊，这个买相关股票啊，什么多佛多呀、合肥城建呀、兆易创新啊，咱们去买这些股票啊，千万不要啊。在中国呢，有很多人会去搞各种各样的概念股，什么航天概念股啊，什么长鑫概念股啊，什么谷歌 TPU 概念股啊，搞一大堆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些人是干嘛的呢？都是在去割韭菜，他们都是做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就是做老鼠仓的啊。他们每一次会选一些稍微小盘一点的股，然后呢放消息，让你觉得似是而非了以后好像有一点点关系，但其实差得都很远，对吧？然后放完消息以后啊，他们可能提前入局啊，把这个股市拉起来以后啊，把这股票拉起来以后，他们就跑了，剩下跟大家就没关系了。然后下次他们再造新的这个概念，新的拉起，对吧？所以千万不要干这个活儿。你说，哎，我看好长鑫存储，我觉得存储周期还有很远，那你就去买长鑫存储啊。所有说，哎，我跟这事儿有关的，都别理他，对吧？这个事儿是骗子居多。这2天啊，还有一个就是干这样事情的公司被罚了啊，是聚力所具。聚力所具这个公司呢，它呢前面号称自己是做商业航天，为什么呢？就是前面咱们不是尝试回收火箭吗？咱们的尝试回收方式是
在一个架子里头拉这个铁网啊，拉这个铁索，然后呢把那火箭扔在那个铁索那兜里，然后巨力索具说了，哎，这是我干的啊，这个我们商业航天了，商业航天长我得涨，然后蹭蹭蹭涨上去以后，证监会啪就把他罚了，原因是他这个业务大概只占他整个营收的0.几%，对吧？那你这种时候，对吧？你蹭了半天有什么意思呢？那你说巨力索具跟这事儿到底有关系没有？还确实有关系啊，因为前2天跟土拨鼠直播的时候，我还问他了，我说这事儿到底什么情况？土拨鼠说，哎呀，这个巨力索具他们确实是合作啊，这个他们做的很多钢缆呢，也确实还是不错的，对吧？你说到底有多不可替换呢？倒也未必，但是呢，就是啊，合作时间长了，他习惯了啊，就一直在用啊，也确实是有这么一公司，但是你靠这事儿忽悠韭菜呢，肯定会被罚。还有人说这一轮存储周期要到2030年之前都不会结束的，这个呢都叫美好的意愿啊。存储周期什么时候结束？实际上跟几个因素有关啊。第一个，增产的情况啊，这个刚才我在节目里我们也讲了，2026年年底，2027年新的生产线就会投产。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需求端啊，你比如说建这个算力中心到底能有多少这个订单下来啊？这块的话，现在其实已经确定了，就是2027年啊，我们把这个没有增产之前的这些配额都卖光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没有去计算这个增产之后的这些产量啊。那么至于后面，你比如说啊，它这个算力中心的订单异常的旺盛啊，继续加码，那么有可能会把它新涨出来这些订单再吃掉啊，这是第二个看这个叫做出口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现在谁在里边握着筹码，对吧？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节目，但是我没有去核实这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在韩国股市里头握着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已经从最开始的机构端，现在基本上转换成了散客，对吧？散户握着这些筹码，而机构，特别是外资机构，这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撤退，就是他们所持有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少了啊。那么大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散户更聪明一些呢？还是机构看得更清楚一点呢？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大家自己去猜就好了。所以我并不认为啊，这一轮的存储周期会到2030年之前都不会结束，而是可能到明年就会发生一点点小变化。还有一些就是啊，让这个存储周期发生变化的，就是一些不可抗力啊。你比如说，董王把霍尔木兹海峡封了呀，或者是我们再禁运点什么东西啊，对吧？这个就是属于不可抗力了。这种事儿呢，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到这个存储周期判断里头去算。还有啊，这个三星罢工事件只会让存储价格继续上涨。刚才我们也讲了啊，这个韩国三星的这些工人本身就是三星的股东，他们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股票下跌的，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韩国5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头，大概有2000万活跃股民啊，然后有上亿个股票账号，所以三星的这些号称要罢工的人本身就是股东啊。那么韩国总统这个李在明也说了，说我们不能向工人去分红，我们只能向股东去分红啊，这个才是资本主义或者叫资本本身应该去运作的方式，对吧？所以现在他这个罢工也没有继续下去嘛，还是政府抹了个稀泥啊，继续在加班加点的造内存条出来啊，叫内存芯片吧，叫内存条就稍微低端了一点啊。还有人说啊，怎么说呢？不炒股的人谈论故事，永远都是纸上谈兵，有本事就进场交易啊。这个呢，也属于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混乱。股市里头有几个挣钱的，对吧？你进场交易就能说明什么吗？赔个底儿掉吗？对吧？你就懂了啊。真正在股市里挣到钱的人，他就懂吗？他也未必懂，他也有可能瞎猫碰上死耗子，对吧？所以呢，并不是说在股市里边啊挣了钱亏了钱的人，
他就懂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我倒反而觉得是在场外的人啊，不受这些情绪的影响，可能能够看得更明白一点点。还有啊，这个刚上市的时候，原始股又不能卖，锁定期至少1年，实控人和大股东是3年，总不能上市没多久，到1年以后暴跌吧？这个肯定是不太了解这个股东们操作的方式啊。以前呢，这些实控人也好，这些大股东也好呢，他会通过一种叫做这个叫什么交易，就是这种大额交易啊，或者他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把这个股票出去啊。所谓的锁定呢，可能只是对一些小的散户或者对一些不是那么大的这种投资人来说，它是有效的。真正对于大投资人来说，这事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对吧？即使是说，哎，我真的锁死了，不让你卖啊，因为现在证监会确实在搞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其他方法。你比如说，你可以借出啊，这个股票还是我的，但是我借给你，你把它卖了。啊，然后呢，这个卖完了以后把钱还给我，等过一段时间，这个我这个解禁了以后，然后再说啊，这个也有很多方法。还有呢，干脆说，哎，我干脆我也不卖了啊，我把这个股票抵押给银行，啊，然后银行把钱给我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能够上市，这个钱就已经变相啊，不要想着什么这个要什么这个锁定啊什么，确实有锁定期，但是锁定期有很多处理的方法。最近啊，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件事儿啊，这个是不能乱讲的。DeepSeek V4 Pro 为什么用的人不多？哎，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讲啊，待会儿咱们再讲，这个会好好的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那个锁具不是航母阻拦锁吗？哎，据说是这个有这种传闻啊。其实就算是航母阻拦锁，航母阻拦锁它1年能卖几根啊？对吧？它不可能是卖掉很多，它大头肯定还是比如建筑啊或者什么其他这种地方用。所以你去炒概念这个事儿一点意义都没有。按理说我们这个军工股啊，这个大家赶快去买，有意义吗？啊，这个军工可能占它整个的营收，也就是几%，不到10%。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测试账号只要不关离职了，还是能够继续用的，好吧？你就继续用吧。欺诈式啊，这个但有人愿意上当受骗，你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很多被骗的实际上都是自己的愿意的啊，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机构上次被散户打败是12、13年，中国大妈买黄金打败了华尔街。啊，这个真正打败华尔街的，其实中国大妈买黄金这个事儿不算厉害啊，就是全世界最喜欢买黄金的是印度人，对吧？现在印度的目的就是说，哎呀，求求你们现在就不要买了，要爱国，不要买黄金，对吧？中国其实买不了那么多黄金，啊，这个咱们还是很多黄金现在还是作为这种叫做投资使用，而印度人买黄金那个是真的往身上穿、往身上戴的啊，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真正是散户打败的是当时是叫做什么游戏驿站啊，还有这个美国那个电影院叫什么 叫 AMC 还是什么那个电影院啊，是真的散户把华尔街给锤爆了。今天用 DeepSeek V4 Pro 干活，感觉不满意啊，结果不准确，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啊。股票真不懂啊，玩 A 股十感觉等于0啊，这个虽然年化有10%，哎，这个 A 股就算了啊，10年好吧。现在 GPT 还封中国吗？当然封了。买 Pro 啊，这个买 Pro 其实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最标准的方式就是你现在登录到苹果美国账号上去啊，就是苹果的网站啊，你说我现在在美国，然后呢直接在那上头去买这个礼品卡啊，它那个10也可以买，买完了以后你就把那个礼品卡自己充到这个App Store 里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玩意儿去买这个 GPT 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6月份来北京玩啊，可以找老范面基吗？啊，你要带着女大就可以来，你自己的话，也行吧。好，我们继续啊，这个谷歌 I/O 今年拉了坨大的啊，这个
有人说谷歌 I/O 呢保持了过去10年一如既往的水准，介绍一堆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很拉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助理现场 demo 都能出错。因为谷歌 I/O 我原来确实是去参加啊，但是怎么说呢？他们介绍的很多技术啊，看起来很棒啊，但是你真用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好用啊，特别是跟开发相关的技术，因为谷歌这个开发技术一直都是给学霸用的，就是谷歌自己的工程师会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给别人用的时候，你就跟你问人那个考上清华的人说你咋考上的，这多容易啊，对吧？他们总是这样的一套语气语调来跟你说话，所以谷歌做的各种各样的开发技术其实都一般。这真是端着谷歌的碗骂谷歌啊！中国有句老话，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啊！这老话说的是谁呢？啊，这又是一个逻辑很混乱的人啊！就是说，如果说我把饭吃了就不能骂了啊，那这个事儿呢，有什么逻辑吗？对吧？我吃了人饭，然后这家就绝对正确了，这跟中国自古以来的孝道不是一样的吗？啊，因为他是你的长辈，所以他就自然正确，甭管他说什么，他都对，对吧？孝道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至于说端起碗来吃饭呢，因为老范现在做 YouTube 啊，YouTube 是谷歌的啊，拿着 YouTube 的广告费啊，那肯定我吃了谷歌的饭了，这没什么好说的。那谷歌就不能说吗？对吧？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走的话，那这个世界不就变得特别美好了吗？这不可能的啊！甭管吃谁的，该骂就骂啊，出了错就得骂。这个才是正常的玩法。这期没听之前，我也觉得这次谷歌挺拉的啊。听完以后反而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谷歌很多东西刚出来的时候的确是不怎么样，至少有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不太注意的时候，就逐渐超上了去了啊。主要的挑战还是 AI 时代速度太快。还按照这种1年1度大会来安排产品节奏的做法，死路一条了。这次他们应该也感觉到了，希望会有改变吧。一个时代终结了啊，谷歌不是因循守旧的公司。这件事呢是这样，就是谷歌呢，通常是这样，就是你说一个公司不是因循守旧的，这个通常有一个前提，就是创始人在位，对吧？或者是新上来这个人呢，有极大的魄力，可以去修改过往的规则和打破以前的既定的这些利益分割。因为呢，你如果创始人不在位了，对吧？这个下边人就会问你说，这个为什么不法先王之法呀？对吧？你照着你爹的玩法接着做就完了，你为什么要改呢？对吧？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声音上来。那么有些人就会上来说，你看是以前的人培养了你，怎么可以反对他呢？这不是又是中国孝道那套东西吗？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很多大公司里是有效的啊，确实是很难改变。而且以谷歌现在这个状态，对吧？虽然它的创始人呢，这个谢尔盖布林好像回去写程序了啊，但是并不参与管理。而现在管理谷歌的皮材呢，是一个印度人啊，这种印度职业经理人其实是不太容易去打破常规的，当然也难说，你像微软那个印度人就打破常规，接着往前走了。但是像皮彩这块的话，总觉得还是更喜欢去抹稀泥一点啊，这个要看。所以因循守旧这件事情呢，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公司不一样。还有人说老范是不是收了深度求索的钱了啊？一直吹 DeepSeek，我怎么觉得这个 V4也不怎么样呢？我觉得国产大模型最好用的是千问3.7 Max 和 Kimi 2.6。千问3.7 Max 的优点是安全边界干净啊，这个明确拒绝讨好用户，文献引用比较靠谱。Kimi 2.6的优点是推理稳，这个拆题清楚，这个保守性好啊，不会为了完整答案而胡编乱造啊。这个感谢你去测试吧。其实呢，DeepSeek V4我知道它还可以，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特别认真去用。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对吧？那么
在可以使用 GPT、可以使用这个 GPT 5.5的情况下，谁有空这么大规模的使用这么多国内的这些模型去进行评测呀？对吧？我只知道像什么千问啊、DeepSeek 呀、Kimi 还有 GRM， 就是智谱，都是在差不多同一个起跑线上，对吧？然后呢，包括小米啊，Mimo 大概也在差不多这个起跑线上，差的就是各有春秋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我个人用的是 Minimax 用的多啊，因为为什么？这实在太便宜了啊，那我就用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这个 Minimax 确实要比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要差一些。这个就是我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大致的认知，也就拉倒了，对吧？谁有空挨着个去测试这个玩意儿？稍微好点，稍微差点，没那个功夫啊。那么 Minimax 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啊，490买了1年的，还是 Minimax 2.5啊，那个模型完全没法用。然后后来升级到 Minimax 2.7以后呢，这个模型已经好很多了。虽然还是很笨，但是基本上能干活了啊。再往后说是今天泄露了这个 Minimax M3啊，就是上了这种稀疏注意力，然后直接上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了。这个模型大概会在可能6月初会发布啊。这个6月份应该又是一个模型发布的大月6月份会有 GPT 5.6，这个。Cloud Opus 4.8，然后这个Cloud Mesos 1，然后是 Gemini 3.5 Pro 啊，这些模型都应该出来。然后像Grok 啊，据说也要出 Grok V4，对吧？原来 Grok 是到3不对 ，Grok 5啊，Grok 原来的版本是 4.3 了啊，就是 Grok 要出5了，所以6月份会发布一堆模型。至于其他的我们没提到的不好说啊，据说 DeepSeek 会在那个时候发 V4.1。就是会把多模态加进去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然后啊，这个最开始那个事儿啊，就是谷歌的各个部门没有太大的联系。谷歌有这种工作传统几十年了啊，以前也是问 Gemini 关于 anti-gravity 的事情，结果这家伙给我讲了一堆物理，因为反重力嘛，还好没有讲到 UFO。是的，谷歌内部呢，一直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很强啊，每一个部门都觉得自己是神，然后呢，我们只管自己的事儿，别人事儿我都不管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现在问 anti-gravity 什么 Spark 是怎么回事啊，给你胡说八道；你问 Gemini anti-gravity 是怎么回事，也给你胡说八道啊，这个就很麻烦啊。这个其实阿里现在也在干类似这样的事情。即便 A 股貌似回暖了，我也绝对不会碰的。我一个闺蜜前阵子又杀进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劝她啊。这个，哎，等她这个出来的时候再劝吧，你怎么办呢？我现在用 Cloud Code 终于提升自己生产力了啊，写了几个脚本，电报上我收藏的小电影秒下到本地，传到自家 NAS 上，再也不用一个一个手动存了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不是说微软要禁止在内部使用 Cloud Code 吗？啊，所以你们这帮员工原来在内部使用 Cloud Code，然后薅了很多微软的羊毛啊，微软说不行啊，通通都给我去使自家的产品啊，不允许用了。怎么挂北京协和的号不好抢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问错人了。想看什么小电影，发一个番号给 bot，自动下载到本地 NAS。哦，你这个你都有女大了，还看什么小电影啊？自己拍吧。作为谷歌前员工，还是很喜欢每年 IO 的，基本可以放一天假看视频。食堂里头有很多好的菜，平时吃不到的龙虾和红酒什么的，可以一边吃一边看直播，还拿点小礼品，背包、袋子、保温杯啊，家里拿了一箱啊，好吧。就是谷歌 IO 以前是你花钱去买票，我记得是$999吧，然后呢，他会送你比这个多得多的礼物啊，那个时候特别棒。但是我记得是2006年，04年，我2004年去的时候，谷歌就改脾气了，就是他在发的就变少了。就2003年，我记得发的是一个三星产的 Chromebook 啊，2004年就发了一个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是摩托罗拉做的一块手表
啊，就是那个 Android Wear 的那种手表，就大家感觉不值了，所以这个谷歌也是后来越来越穷了啊，这个特别无聊。以前都是你花钱买了票以后，发的礼品绝对能超过票价的。老范，你有没有看法拉利的新发布会？前总裁都只能无奈苦笑说，这下不会被抄袭了啊？这个就不知道，没看，我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东西。法拉利距离我稍微有点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进步。谷歌、苹果这些公司，都是不断进步啊，创新才获得现在的成绩。呃，不能像国内这些用户提出的负面信息就马上发律师函或者下架视频的帖子，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也肯定会不断的往前走，但是有一些坑确实比较难过啊。Minimax 真的是便宜的离谱啊，是绝对的，便宜极了。内部 Cloud Code 还能用1个月啊，但是 GitHub Copilot 里面 token 不限量，我用 Opus 4.7很舒服，好吧？现在VS Code 也在开始走这个什么的路啊，就是它现在有这个叫 Agent 这种聊天窗口了，就长得跟那个 Codex 似的，但我还没用。就是我现在电脑上的这种呃 AI Agent 聊天窗口啊，Codex 一个，Cloud 客户端一个，然后这个呃叫 GitHub Copilot 一个，然后还有一个 Minimax 啊，这个也有，还有 Anti-Gravity 2.0啊，这个我现在有5个这样的东西装在我电脑上，用不过来了。法拉利新车贼难看啊，这好吧，这就不知道了。我问 Copilot 如何在Azure 配置 SSR，这个应该和老范一模一样。该问题无法回答，这个好吧？哎，这个就比较无聊了。好啊，继续这个星舰12飞的直播啊，这个我们是直播了2次，第一次呢它没发上去，第二次是发上去了。啊，有人说啊，纯小白，请问老师们，这算是发射成功了吗？我理解是有点小问题，但整体算是发射成功了。怎么说呢？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相关直播，其实最核心要跟大家解释的就一个点啊，就是火箭发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要去关心这一次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成功失败是一个50-50的事情啊，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啊，非黑即白。它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测试项目啊，有些测试项目测试过了，有些测试项目没测试过。它做这种发射测试呢，它并没有一个最终的成功和失败的一个标准啊，只是说我们到底测了多少项，有多少项是有问题，我们怎么改啊？它目的就是这个。啊，发现问题也算是一部分成功啊，所以啊，不要太纠结成功还是失败。至于说商业发射啊，比如我真的要把卫星发上去了，那这卫星入轨了就算成功了，卫星没入轨出问题了，那就是失败了。它是有一个最终评判的，但是这种测试任务啊是没有一个最终标准的。这个防止 Cloud 封号啊，这个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我被封了，对吧？我前面被封过一个，现在有一个号呢，还在用吧。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就是逻辑的事情啊。就是说我做了1、2、3就一定不，做了1、2、3绝不做4、5、6就一定不会被封，没有这种一定之规啊，都有被逮着的时候。这个自己打算拍小电影啊，我还在等影实的云台相机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小电影这种东西呢，你真的使用4就可以，像我现在用的就是4。哦，对了，说到这个4，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对，我要把我的这个什么给它插上，要把我的这个风扇给它插上啊。这个没有风扇还是很危险的啊。这个4是容易过热的。好，吹起来，嗯，
老高发影片了啊！老高是谁啊？大疆和饮食真的是欢喜冤家，压着云台 Pro 版，谁也不肯先发布，都是请自媒体体验上手啊。大疆应该快了，大疆的店员呢是在2周前吧跟我说的，是现在可以进行盲定。一般呢，大疆是盲定开始以后的1个月发布，所以呢，应该是在6月份发布啊。因为6月份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啊，是各个电商公司都要去折腾一下的，不是6一儿童节啊，是618啊。所以我估计大疆的4P 应该是在618前后。而且我并不觉得4P 是一个有必要的事情啊，因为我买的大疆 Air 3S 上面也是2个摄像头啊，一个是1英寸底的，一个是1.3英寸的远焦，然后那1.3英寸的远焦到现在没怎么用过，对吧？所以这个你手持的情况下给你一个远焦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好，然后是周日闲聊啊，这个有人说博主啊，你要是想活命，就去找真正的中医吧，再这么吃西药，你会没命的。这个您见过哪位中医或者吃中药的人可以长命百岁了吗？你也没见过吧，对吧？然后我宁肯去吃西药啊，我是绝对不相信中医的。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节目，上头讲的是什么？说中国的医保里头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啊，中国医保里头最大的浪费不是什么有这个什么老干部啊，或者是什么，这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大量的没有实际疗效的治疗方法和药品进了医保，还可以报销，特别是这些中成药和中医的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如果可以强制要求这些药厂和这个中医去进行结果验证啊，如果你进行不了结果验证，你就不要进医保啊。那么这个可能就会解决中国医保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涉及太多利益了啊，没办法。而且他们这些人，为了能够为了能够让你去买这些东西，还把中医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啊，这个反正有些傻子被骗了，这也没办法。现在呢，就是也不能说中医就是中国医学啊，他们就是应该叫传统医学，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有。而现在的这个现代医学呢，其实叫循证医学，就是你这个东西必须要证明啊，你这个是有效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有效，就不应该进入医保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现在国家呢在逐步的调整和整治这个事情，就是中医还可以在，对吧？但是呢，你谁看都可以，不允许进医保。你可以自己说我信，我花自己真金白银我去看去，没毛病，对吧？但是你要进医保，你就必须要证明你的疗效啊，要去过双盲测试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一个这种建议吧。然后还有啊，说这个天主教传统是每周5和4旬期，每年约1/4的日期是不能吃肉的，但是可以吃河鲜海鲜。所以古代咸鱼、腌鱼所以古代咸鱼、腌鱼是硬通货。近代荷兰、北欧第一桶金都是提供咸鱼赚出来的啊！我以为荷兰是做卖郁金香的啊。好吧，这个是关于这个天主教到底能不能吃肉啊？有人给了我一个，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靠谱的解释吧。啊，这个是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中国的鱼有这个极尖刺这种小刺儿啊，而欧美的鱼没有啊？这个引申出来的一个话题。感谢这个有知识的观众给我提供这些补充信息。那讲到这儿呢，也稍微给大家再补一条吧。这2天还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说以前咱们小时候啊，这个土豆发芽了，把那芽削了就能吃，也没看到谁这个就吃中毒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动不动就吃中毒啊，就是经常那个土豆发了芽啊，或者什么有点问题就吃中毒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现在人不行了，还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人博主就解释了，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的土豆跟小时候吃的土豆是完全俩品种，对吧？小时候吃的土豆是我忘了叫什么型号了啊，就是它那个品种，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容易保存啊，这个含糖量、含淀粉量也不是很高啊，但是呢，它产生的毒素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就是你哪怕发芽把那芽削了啊，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问题，除非你吃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芽的部分啊，你会中毒。否则一般不会中毒的。而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土豆呢，是叫荷兰几号忘了，反正就是荷兰那边引进的一种特殊的品种。这个品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容易储存和运输。然后呢，坏处呢是毒性很大，对吧？它的这个一旦发芽了以后，毒性极大。而且呢，这个土豆为了让它不发芽呢，他们会喷药啊，也是会喷药。会抑制它发芽，这样在它整个运输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它非常非常完好，它运输的损耗率会很低，但是呢，你一旦是它这个药，比如说过了3天，过了5天，这个过期了啊，或者挥发掉了，就疯狂的开始发芽，然后产生剧毒毒素。所以现在的土豆是千万不能存，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存土豆嘛，存好多好多土豆吃一冬天，对吧？现在的土豆是绝对不能存，就得吃新鲜的，啊，因为在超市里头，在仓库里头。它是会喷药的啊，这个它就保证不发芽，你是可以吃这个土豆，拿回家超过3天的土豆就直接扔掉啊。这个也是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跟吃相关的小话题。我感觉大疆真不够意思啊，4代憋了2年半啊，挤了一点点牙膏出来，基本没啥提升。4的提升呢也有，但是反正我现在确实感觉不大，因为4的主要提升是在参数上提升的，你需要到外边去拍业绩。大疆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它整个生态是完整的，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麦克风连到这个叫做什么呢？连到这个机器上去，对吧？现在我有3个麦克风了啊，因为买这个机器的时候送了一个新的麦克风啊，我的现在 DJI Mac 3有3个麦克风，所以我现在可以直接去做3人访谈，不需要传麦克风了啊，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它整个生态做的还是非常好。那条中医爱好者的评论我也看见了啊，这个就预感这人会被翻牌子上电视，是，这个反正我一般碰到这种中医，我都会出来黑一黑的。在老范这儿就不要吹中医啊，这里的人大部分都不信中医。我觉得好吧，信中医的人已经逐渐被我们清出了我的 Discord 群了啊。现在中医叫文化和科学，没半毛钱关系。至于医保，现在是中成药在往日本那边汉方靠，纯草药的熬夜啊熬汤的还在医保内，而且要求西医也要学，这个我觉得完全纯属扯淡，就应该是把中成药通通都踢出去，对吧？你做不出双盲测试的，就不要留在这儿。到美国之后，一个最大的提升幸福感的地方就是，不必要挑刺儿了。我小时候因为卡刺儿去医院好几次，打了麻药拔刺儿啊，我爸妈反而硬让我练习吃刺儿多的鱼啊，简直是心理阴影面积大了，好吧？这个我对于这种刺儿特别多的是没什么兴趣的啊。我小时候也扎过刺儿，但是呢，并没有卡到嗓子里，就是扎在嘴里还是扎过的。影石现在也有麦克风了，而且这个麦克风没有 logo，上面是一块电子墨水屏，可以自己设置显示图案，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但是你要相信，大疆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影像调教和声音调教，不是白干的，这东西都叫经验啊，还是很有价值的啊。你比如影石做的最强的是他们家的 Insta360啊，但是你看我买的 Osmo 360，这个效果其实非常好，就是在各种的视频评测里的都要比 Insta360还要好。成龙要扮演黄仁勋这个事儿，
确认了吗？我倒是看到这个消息了啊，据说 HBO 要去拍英伟达这个电视剧，让成龙去演。第一个，成龙好像比黄仁勋老很多吧？黄仁勋别看头发白了，我觉得还是要比成龙结实啊。至于别的呢，这个我也没什么可评价的啊。这个，而且我并不觉得黄仁勋、英伟达整个发展的过程有多么这个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我很喜欢按摩、推拿、针灸，算是相信中医吗？你可以到泰国去按摩呀。大疆民用无人机产品是不是快完了？反正北京是完了啊，所有的商店里已经不许卖了。小米是不是要收购 GoPro 了？我估计不会啊。现在西方对于我们这种收购也是比较警惕的。前两天还说这个谁呢，比亚迪要收购玛莎拉蒂呢，对吧？这个没什么，就是大家传一传，开心一下就算了，对吧？还有说这个大疆要收购哈苏啊，这个小米要收购徕卡，对吧？这种故事一直在传啊，所以不用太在意这个事情。难得放假又碰上直播了，哎，为什么放假？今天为什么有假呢？没搞懂啊。喜欢做这个按摩和针灸，属于个人爱好。其实中医当做一个爱好也行啊，不是科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还别说，成龙演黄仁勋还挺有意思的，有点像，不太像吧？黄仁勋要比成龙儒雅多了。大疆本来市场在外面，内部市场不是太重要。大疆内部市场也很强啊。去看预期 GT 了没有啊？我试了一下樱桃红，很好看啊，我去看了，但是并没有试那个车，确实很帅啊，那个车实在是太帅了。在选颜色这件事情上来说，小米就是最棒的。在这个就是马斯克在国内卖第一批特斯拉的时候，当时呢，反正小米也肯定派人去买了。我记得当时他们就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说，哎，特斯拉专门有一种特斯拉红，对吧？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个品牌注册，就注册了品牌的颜色，就只有特斯拉有，别人没有啊。这个其实，很多这样的颜色，包括IBM 和 HP 好像都有那种蓝色的被注册下来的这种商标啊。然后这个雷军就信这件事儿啊，再往后的自己造车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颜色好看，对吧？你像我那个是玄武岩灰。实际上是一种深蓝色，也挺好看的但是那个樱桃红确实很帅。你去看它那个数据吧，这个 GT 这个车呢，其实用的是 Max 的电池，就是101度的3元锂电，但是呢，它的续航要比 Max 少很大一块，就是因为功率大了，然后续航就变少了。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如果说我就要帅那没什么好说的，这个车绝对帅。但你说我要稍微的实用一点呢，那个车其实并不实用啊。话说小米股价被腰斩了啊，小米利润腰斩，我觉得才是真正可说的事情，对吧？它不光是利润腰斩，它利润赔钱，它亏损了，对吧？这块小米现在肯定是压力巨大，手机卖的也不行了，车卖的也不行，车现在也是亏损，这个也开始亏啊，原来还盈利了一个季度，所以小米现在肯定是压力山大，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小米有一点好，就是现金比较充足，对吧？那就慢慢来呗。马杀鸡严格来说也不能算中医啊，我觉得也是。宁夏放假2天是古尔邦节啊？哦，这样的，好吧，那是这个古尔邦节。哎，古尔邦节是一个回族的节日吗？怎么听着像一个蒙古族节日似的？搞不太懂啊，搞不太懂。我对我预期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车太大了，上海的小巷子里边开新上海的小巷子里开心惊肉胆战的啊，路比美国窄多了，很考验车技。开自动啊，对吧？让他开啊。同样都违规的情况下，据说红色的车被警察拦下来的可能性更大啊。
这个好吧，这个我还没想到啊，这是有可能的。小米只能靠俄加式耳机翻身啊，它这耳机我前两天也去看了，挺好玩的。它那耳机是5.5克，然后呢戴上确实无感啊，也声音呢肯定没有像我们现在入耳的这种降噪耳机好，但是也还是可以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贵了啊，799实在太贵了。它这耳机如果是300-400块钱，可能我就当场买下来了。对，预期是车大，然后所有的空间都特别小，就是预期就纯属是就是帅啊，其他没有，就是它各种实用性什么都不行。自动翻译是不是让中文博主流量下降的原因？我英文不好，以前很少看英文视频，现在基本大半在看英文视频了。中文博主的流量确实在下降，但我觉得并不是自动翻译造成的，而还是国内更多的人出来了，对吧？而且有大量的 AI 视频在分走流量。好，继续啊，碳水脸的鄙视链啊，只能拿脸说事儿，大概就是经济下行的锅。我记得再早个10年，社会阶级的区分法是你有没有办法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个当时还好吧，说走就走的旅行还不能算是一种歧视啊。但是现在呢，肯定是经济下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中国现在的经济数据的话，1到3月份还是不错的，4月份基本上就趴菜了，啊，完全没法看的一个数据。4月份大家去看什么居民存款啊，什么居民贷款啊，什么企业贷款啊，都已经不是断崖式下跌了啊，都属于是由正转负，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因为企业不贷款的话，企业就不发展生产，就不会去扩张，对吧？现在大家都是不贷款啊，居民也不贷款，企业也不贷款。然后现在居民在很努力的向非银机构存钱啊，干嘛去炒股票，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危险的。然后到4月份，好像出口的数据也还行啊，因为毕竟美国还需要咱们去拯救他们的通货膨胀，对吧？像董王这么个折腾法，他那个通胀是控制不住的，你还是要用我们的东西。但是呢，国内的内需已经基本上废了。还有人说啊，这个低碳高蛋白，16+82餐就可以了，平时饭后散步不需要太强烈的运动就可以减肥了，能长期坚持。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千人千面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喜好，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状态。如果实在是说我就想追求健康，好好去咨询医生啊，或者是各种的持证的这些这种训练的教练啊。如果说哎，我就想开开心心过，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不要听别人的，这就对了。这个还有人说，中国看脸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未来必然会向南韩看齐。哎，韩国有这样的事儿吗？我还真不知道南韩这么看脸，我光知道他们整容整得很厉害，对吧？但是他们看脸吗？或者说你不看脸就这个，就找不到工作还是什么样？我这个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啊。还有人说了，说作为一个健身人士，我想告诉大家，碳水、蛋白质、脂肪都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项是需要被强行戒断的。想要让自己身体健康，需要科学合理的运动加饮食规划，再加上长期的坚持啊，没有任何捷径，没有任何捷径，没有任何捷径啊，说了3遍。我觉得啊，健康只是众多标准之一啊，我更喜欢的标准是快乐啊，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过了，我快乐了就可以了，快乐是最大的健康。还有人说啊，说这个说起来，我身边日本人吃的碳水大概是我的2倍，也没觉得他们碳水脸啊。我来日本后吃纳豆多，感觉脸色也好一些。
这个纳豆我还是能吃吧，但是没有那么喜欢吃啊。日本人确实吃碳水要吃的很多啊，他们米饭配面条配这个饺子啊，这么个吃法。但是呢，他们也确实不长碳水脸。就是我在日本看到他们很多人啊，这个吃米饭、吃面条、吃饺子，吃完了以后那个还精瘦精瘦的，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碳水脸可能跟吃碳水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同学在韶音工作啊，做骨传导耳机，现在只有海外市场还行，国内被这些小米、OPPO 手机厂给干崩了啊！这个手机厂上这个东西，你基本上打不过它。但我到目前为止还在用索尼耳机，并没有去买苹果耳机，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追求的。马杀鸡啊，我有一次碰见一个乌克兰老奶奶按摩师，那个一个手指下去打通任督二脉，忽然无比轻松。后来聊天才知道，老奶奶当年是苏联体操队里的队医啊，苏联解体之后来美国当了按摩师，简直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次按摩，没有之一。好吧，我是不太喜欢按摩啊，任何人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的，我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你选的预期是影青色，也是绝版了啊？好吧，这个我还真影青色是什么颜色啊？想不起来了，差点忘了今天周三老范直播啊，先补一个赞。对，你们都点过赞了没？话说 Codex 今天又更新了啊，这个，然后现在重置额度真的是毫无规律啊！我看看我的 Codex，赶快去看。没有啊，你像我周的还是73%剩余，今天并没有被重置啊。我的5小时还剩88%，周还剩73%，到5月31号重置啊，我这儿并没有重置。但是 Codex 确实是重置起来，没有特别大规律啊，动不动就重置一把。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是炫耀时间自由，这个 AKA 不工作也有钱，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国内待了一整年，现在真不太想回美国，小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该吃吃，该喝喝。前几天老板还买了个蛋糕庆祝入职1周年，挺好的，干吧。老范，你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下每天5到10个深蹲？深蹲好像做过一段时间，也没什么效果。米饭加面条加饺子，吃要多快乐啊！是的，非常非常快乐。他们是这样的啊，就是日本都是煎饺嘛，先是一碗面啊，然后那个面的汤特别咸，然后给你一小碗米饭，那个面是很大一碗啊，然后呢再来一份煎饺，煎饺算菜。这个吃的面条啊，吃煎饺，吃完了面条以后呢，把那米饭倒面碗里，或者是拿那个面汤去和米饭吃，因为那面汤特别咸啊。这个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这么个吃法。我不爱吃米饭面条啊，这个但是很爱吃榴莲，一吃能吃大半个，完全戒不了碳水。这个榴莲我是吃不了啊，那个有点太夸张了，对于我来说。碳水脸，这不是指着鼻子，这个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爱吃榴莲、西瓜、车厘子、鸡蛋灌饼啊、煎饼果子、小笼包、生煎包、水饺，这些都是碳水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是很爱吃面条的啊，各种各样的面条。咱们还专门在某一个周日组织过吃面条的赛博吃播。我小时候也不喜欢按摩，现在我按摩师傅是个拉脱维亚大叔，真的。前苏联那一套风格是真的好用。在 YouTube 上有一些这种前苏联或者俄罗斯这边的那种按摩视频，对吧？都是一个大汉，然后找一个小姑娘来按，然后呢，那个过程就感觉要把那人拆了似的啊，就是捏吧捏吧，咔吧咔吧，那身上就响，也挺瘆人的。
好像是每增加100万人订阅就重置一次。OpenCloud 今天和我说的啊，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就别太相信这种事儿。他们都是会四处搜索，搜索完了以后呢，拿一些靠谱和不靠谱的东西再去给你总结。回国榴莲吃的爽了啊！这个我去洗浴中心，240一个人的自助，16个小时畅吃畅喝，各种水果，榴莲不限量，在美国完全不敢想。啊，这个洗浴中心原来我老想去，但是一个人去没什么意思啊。我太太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你说去洗澡、去按摩，她觉得挺好，但是我说这个里头还一顿自助餐呢，她就不想去了，这个就比较没意思。而且我去吃这种车厘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榴莲真的一般。日本饮食高温油烹饪少啊，这个其实也不少吧啊，就他们炸，你像天妇罗不也算炸的吗？韶音的价格不是太友好，入门级的早年是4位数，而且容易折断耳机后面的连接啊。这个韶音我知道这个品牌，但我从来没用过。日本人的饭量还是比较小的啊，有点像国内的南方人，也有大的，但是你像他们那种，就是真正的这种午餐便当什么，其实分量并不少。我每天普通深蹲20×5，保加利亚深蹲左右腿20×5，腹肌都出来了啊，挺好，你只要自己开心就行。前几天还带女大吃了人均1000多的 omakase 啊，没感觉比寿司郎好吃多少。我到现在连寿司郎我都懒得去排队，寿司郎实在太难排了。北方面跟南方面哪个好吃啊？我爱吃苏式浇头面、蟹黄面啊，这2个我都还可以。北方面呢，可能打卤面、这个炸酱面啊，这个我都还可以。但是我更喜欢吃的是日式拉面啊、韩式冷面以及广东的叫做什么呢？鲜虾云吞面啊，这3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只吃米面，觉得不扛饿啊，只吃肉，觉得胃负担大，还是2者搭配着吃，再配点青菜适合我啊，这个也行。但你看董王是从来不吃青菜的啊，这个人家也活得挺好，每个人不一样。肉末茄子打卤面才好吃啊，我是不吃茄子。打卤面呢，我还是喜欢西红柿鸡蛋啊，或者西红柿的这种打卤面啊，这个我是很喜欢的。好，我们继续 DeepSeek 融资背后的故事。有人说了啊，这个 OpenRouter 上 DeepSeek 用量第一了，这个确实还不够多。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 DeepSeek 现在上面的用量大家刷的很厉害，因为呢很多人已经喜欢去刷这件事儿了。现在 DeepSeek 第一，谁第二呢？浑元3第二。你身边谁在使用浑元3还要跑到 OpenRouter 上去用？我还真没怎么见过啊。但是它第二，你说这玩意儿不是刷的，我都不信啊。所以 DeepSeek 到底是第一啊还是第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啊，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不用这东西吧。第一个就是我实在懒得去评测国内这些模型啊，有 GPT 用就够了，对吧？实在不行我就再去冲这个 Anthropic 就拉倒了，对吧？实在没必要去跟国内这些模型去费劲，选一个最便宜能用的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 DeepSeek 这种付费方式，虽然它很便宜啊，就是你可能干一下午活也就是个5块10块的，你也不能天天这么干，对吧？所以它是很便宜。但你再怎么便宜，你还是这个自助餐最爽，就是你交40块钱或者40几块钱一个月，这个要比它更符合人性一点，对吧？就像我们比如出去吃饭，你可能正常吃一顿饭也就是50块钱啊，60块钱啊，就是在北京就一个人已经吃的挺好的啊。这个，但你说一个自助餐70多啊，80多一位，你会觉得哎，这个会更划算一些，对吧？这个就是叫做 DeepSeek 跟这些自助餐跟这些套餐之间的差别，对吧？这个 DeepSeek 可能确实便宜，我如果用 DeepSeek 可能一个月也就十几20块钱啊，但是我宁肯是花40块钱或者49块钱去买一个套餐，然后敞开的使啊，因为要不然你老有这种
叫 token 焦虑，就跟我们现在电车有充电焦虑是一样的。说到运动啊，还有球类比较有趣，还是球类比较有趣味性，容易坚持下去，是这样的啊。我以前打羽毛球，后来就是脖子做完手术以后就不打了。球类是比较有趣味性的，对抗性。还有人说了，说 DeepSeek 每天烧100，要是其他模型就不敢想象了。不过 DeepSeek V4的中文输出有点机器，不自然啊，没有其他国产的好。我现在就是把所有国产这些模型去跟 GPT 比啊，就发现没有一个能打的，那我就老老实实用 GPT 就算了。GPT Plus 现在7天用量也少得可怜，5小时用几下就没了啊！我现在 GPT 5小时用量呢，基本上都是拿来去修龙虾的啊，就是每次龙虾升级了以后，我会去研究一下怎么去修一修啊，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不动它的。日本炸丸会用吸油纸这个裹一遍炸物啊，之前看擦过油量啊，差好几倍，好吧，这个繁体的读着费劲。日本确实是这个控油这块做的很注意啊。好，我们继续，后边就是华为韬定律了啊。在华为韬定律的视频下头啊，老范遭到了很多华为拥趸和粉丝们的谩骂啊。这个出这条视频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那还是要说怎么办呢？有人说了，说这次华为发布韬定律以后，明显感觉负面声音比以前鸿蒙发布的时候多了很多。最近呢，华为对于舆论的控制其实弱一些了啊，就是以前一些拿着华为四处去攻击人的这些人，甭管是不是华为雇佣的吧，这些账号呢很多被打击了，所以呢现在站在华为旁边摇旗呐喊的人确实少一些了。以华为的这种风格是这样的啊，他就说这些人不是我雇的，他们说什么跟我没关系啊，他们以华为的名义出去攻击别人都跟我没关系。虽然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利了，但是依然跟我没关系啊。那现在呢，把这帮人干掉了一部分，因为这些人原来去攻击小米啊，攻击这个比亚迪，攻击比如这个理想，攻击这些啊，现在把他们好多都干掉了啊，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所以这次骂华为的声音就多一些。还有说老范这些视频看着头头是道啊，其实是用文科生的宏大叙事。强行硬套正常的商业逻辑，别拽什么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词儿了啊！咱们就说一句商业基础的商业常识：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事实就是定标准造名词，本来就是科技巨头的常规操作啊！这又是一个逻辑不清楚的人。定标准这事儿确实是科技巨头的常规操作，但是。你首先得创新啊，对吧？你得把东西做好了，人家才去按着你的标准走呢。你不能屁也没做呢，然后上来说，哎，我要定一标准，你必须得跟着我走啊。那这个跟我讲这故事有什么区别没有？不是一样的吗？华为现在干的活就是东西不是他的啊，东拼西凑了一堆东西出来，然后呢也没造出什么东西来，就开始造新名词啊。造完新名词了以后，就说，哎，你们都得听我的啊，我这个是。受命于天了啊，这个就是这么个故事。其实呢，每一次造新名词啊，会影响几批人。第一批人呢，就是无脑的人啊，就是像刚才给我发这样评论的人，就属于没脑子的，对吧？他们呢会无脑冲上去啊，我爱呀，我就是这样。第二批呢是别有用心的人啊，说哎，我们利用这个声音出去攻击别人啊，是不是可以这个得到一些好处？第三批人呢，可能是说，哎，我还要在圈子里混啊，虽然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我啥也不说，对吧？如果被裹挟了呢，我也可以临时低个头什么的啊，都可以。
其实像太平天国的时候，像什么石达开啊，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一帮人，甚至他们里头还有一些人是想要去这个利用整个大势，在里边火中取栗的人，因为太平天国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些文臣啊，就是他们很多也就是这种叫落地秀才，对吧？你真能考上秀才，就直接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了嘛，对吧？这个只有考不上的才会混到他这儿去啊。那么这些人呢，可能也是想在里边浑水摸鱼一下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就是跟他本身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上来骂两句的也没什么关系啊，也有啊。那这个想在里边火中取栗的人啊，想在里边随波逐流的人啊，或者是完全被洗脑的这些这个逻辑无法自洽的人啊，就会出来骂两句啊。那让他们发泄一下吧，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这才是真正从设计上面的3D 思维 ，AMD 那个简单粗暴的按照芯片功能的堆叠，现在是真的从逻辑的思路上把一块芯片拆成2块，这个颗粒度要细得多啊，这就属于完全不懂的人啊。就是 AMD 如果可以把这个芯片整个折叠起来，它早干了。之所以不干的原因是工艺上达不到。对吧 ？AMD 是可以在台积电使用最高规格的工艺去干活的。以华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再怎么逻辑思路设计来设计去，你到最后你逃不过，你还是得要在工艺上怎么把这些芯片物理上排在一起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不要在这儿这个按照自己想象的去瞎编啊。还有人说苹果不也是宗教洗脑吗？这个苹果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最不宗教的一个。虽然有很多人相信自己是苹果教的信徒，对吧？你像我也是全套苹果设备，但是呢，苹果没有这种需求啊，因为苹果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干。我自己有电脑，自己有手机，自己有这个 Office， 自己有操作系统，自己有浏览器，自己有这个包括平板啊，还有所有的外设，我全都自己的，连芯片都是自己的啊。这个我不跟任何人打交道，苹果是这样的一套玩法。你要这么玩的话，你要什么宗教洗脑，它不需要，对吧？所以苹果呢，是不太注重这套东西的啊。以前还有叫索尼大法好，索尼其实在这块呢也不是特别的注重啊。索尼也是我只要自己做好就完了啊，你们爱用用，不爱用不用啊，跟我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包括苹果也是这样。像华为这种啥也没做出来呢，先开始喊口号啊，说你们不遵从我这个就这个违背天地了，这个。好，看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吧。还是说之前黄教主来大陆，有人把华为3折叠手机给他看啊，黄教主说好，真的好啊，我们应该学学黄教主的幽默。黄教主又不靠这玩意儿吃饭，对吧？我是这个录 YouTube 是要吃饭的，对吧？那我愿意骂我就骂呗，我也无所谓。黄教主还惦记说，我看看能不能讨好一下，让你去买我点设备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华为是英伟达在国内的竞争对手，同时华为是英伟达在国内的分销商啊。这个华为是英伟达下级的企业，就是很多国内采购的英伟达设备啊，就是当然这是合法设备，就是原来 H20那些设备都是由华为去供货安装的啊。所以这个黄教主稍微的这个说个好。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是他的合作伙伴。还有人说啊，抛开事实不谈，抛开技术不谈，就是批评。这个您懂事实吗？您懂技术吗？对吧？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念一遍这个技术啊，这个把所有名词都念一下，什么逻辑折叠啦，什么这些东西，谁能听得懂？所以我就讲了，是这些技术就是跟中医开始念的那个脉象歌一样，他自己都不懂。对吧？念完了以后，唯一的目的就是骗傻子信的，对吧？所有上来说你咋不谈技术？你懂技术吗？我给你谈技术，对吧？这个没必要啊，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人说，难道摩尔定律不是工程理论吗？这个商业上宣传哪个公司不做呀？老范总是带着偏见看华为啊，我也不喜欢华为，但是不代表就应该恶意抹黑。企业家宣传自己的产品天经地义，是他的权利，更是义务啊。这儿呢，跟大家稍微的掰扯掰扯吧。首先，摩尔定律呢不是工程理论啊，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物理理论
摩尔定律呢是 Golden Moore 啊，这个人呢在1956年提出的，在当时还没有创建英特尔之前提出的一个定律啊。它其实呢不应该叫定律，应该是叫设想。它最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每过多长时间呢，这个晶体管的数量会翻番。后来呢又变成了每过多长时间晶体管的数量会翻番啊，速度会翻番，然后价格会降低。它呢反正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这个东西呢一直都是一个愿望啊，或者说是一个设想。它呢从来也没有说你们要照着摩尔定律去做任何东西，对吧？所以呢你不要拿摩尔定律跟这个涛定律去放在一起讲。如果你放在一起讲，你压根就不知道啥叫摩尔定律啊。然后咱们到底谁在抹黑谁啊？你要想清楚这个事情。然后从商业角度上宣传公司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但是呢，你老老实实宣传说，哎，华为的芯片好，请买华为的芯片，行，没毛病啊。但你说我华为还没做出芯片来呢啊，技术也没有什么突破，我定义了一个涛定律，请所有人跟着我走，锤的就是你啊！这帮人就是不要脸，没什么好说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宣传自己的公司，这个事儿没毛病，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发明一个新名词，绑架整个的生态，就属于是耍流氓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事儿分清楚。我没有恶意抹黑任何人啊，他就是这么黑，不需要我抹啊。至于华为的话，也不是说我就看着他有偏见啊。华为呢，我们还是要承认，就是它在很多工程技术上做的是不错的。在国内的各个企业里头，华为在技术积累、技术的这个应用上，绝对是不能说遥遥领先吧，但绝对是这个第一梯队啊。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承认的啊。我也没有说华为做的好的地方咱们就没看见，咱也看见了，对吧？包括我原来还用了好多华为设备、华为手机，我都用，对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产品如果华为做的可以跟别人兼容的话，我还是愿意买的。但是华为现在这个手机不兼容安卓，我实在是没法买了啊。如果它兼容安卓，我一定要买个安卓手机的话，我会首选华为啊，因为它的做工工艺什么确实做的不错。但是呢，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产品它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对吧？你不能说，哎，这好的一面我们看到了，坏的一面不许说了。所有不许说的，我都要出来锤两下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还有人说啊，不去体谅被打压者的无奈，总是在那儿冷嘲热讽的说你的努力没有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小说里面那些喜欢嘲讽主角的狗腿子啊，你就是个狗腿子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被打压确实很无奈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努力呢也有意义啊，你比如说华为自己去做这个多次曝光啊，做很多这些东西，它是有意义的啊。在这一块上，我们要承认它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啊。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说这个努力有价值了，你就可以去绑架整个的生态啊。这个事情呢是就比较恶心了，对吧？我认为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拆分啊，这块做得好，那块做得不好啊。狗腿子就是甭管做得好不好啊，我都认为你好啊，或者甭管做得好不好，我都认为你坏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留下这样的一条评论的人，自己就是个狗腿子。还有人说啊，说这个你说的对，但是中国的 AI 行业想要继续发展，还有别的选择吗？按照西方原来有的路线强势赶超西方的先发优势吗？技术洁癖的情怀没问题。但是更要务实发展。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中国 AI 行业的发展不需要华为来拯救，它也不是救世主啊。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对吧？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人在杭州买了 B300的服务器啊，买了一堆的啊，仓库里头一堆服务器都是 B300的超微的服务器买回来，对吧？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买到了啊，现在谁愿意租上面来租来。我昨天那个视频应该是昨天下午2点多发布的，对吧？然后我把那个视频发到 X 上去了。所以我们不缺这玩意儿，我们不需要华为，对吧？这个不是说离了华为就需要吃带毛猪了，对吧？不行，我还可以把模型送到海外去训练嘛，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 DeepSeek 啊。DeepSeek 就是说，哎，我做完我开源了，你们爱用就用，不爱用不用。没关系，我也不绑架任何人，一定要照着我这条路用。我做的东西好就完了
我成为事实标准了就可以了，啊，我不上来发明这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来啊，我也不跟你讲什么民族这个那个的啊，不讲这些玩意儿，我就做东西啊，这个才是我比较喜欢的。至于这个啊，你说啊，西方怎么样了？跟西方有个屁关系啊！我们不能说啊，这个西方好厉害啊，一切都怪美国啊，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支持华为，没有任何道理啊，逻辑不通。好，这就是咱们线上的所有评论。谷歌 Gemini 免费额度怎么好像没什么人用啊？这个，哎，没什么不好用，这个东西关键是我用了以后净给我胡说八道，这个太难用了。应该去看看 B 站有个搬运你视频的啊，涛定律这一期估计被骂惨了，我估计他可能不太敢搬这条。老高频道今天更新了啊，但是老高和他的老婆不见了啊，只剩下 AI 动画和2个人的 AI 语音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基本上不看他们的节目。啊，刚走开一会儿啊，说 DeepSeek V4 Pro 了没啊？说过了。今天评论了华为这条视频，各种被喷，这个遥遥领先，真的是够宗教了啊！这个有些人没办法，自己脑子不够使，然后就只能找一个这个他觉得很强的人，然后去依附一下啊，这个就没办法了。刚才给博主的视频看完了啊，讲的确实通透，墙里边分了2派，争得面红耳赤，这个让他们去争去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陪伴收听，再见。